我对林叔白一见钟情，却苦追不得。宫宴上，皇上有意为我赐婚，彼时我喝多了酒，视线模糊，凭着身形指向林叔白的方向，我要他，哪怕知道他心中有个小表妹，我也要强扭这个瓜。酒醒后我才知道，我当时指的人不是林叔白，而是瑞安王萧伯安。赐婚圣旨已下，我只能硬着头皮跟人培养感情，结果处着处着真香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自马球比赛中得了头筹，赢下一副莹润透光的红玉手串，拿过装在盒子里的奖品。我打马穿过大半个马球场，停在林叔白面前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毫不避人地把盒子递给他，送你，你肤白，戴着红玉手串定然好看。他今日穿着一身青绿色长衫，越发衬得面白如玉，看得我转不动眼。林叔白被我看恼了，脸上泛起薄红，皱眉偏头躲避我的目光，还跟往常一样张嘴拒绝我道：我不爱这等俗物，你拿。他话还没说完，从旁边传来一道娇滴滴的声音：表哥，你是来接我回家吗？李芷萱一袭白裙，袅袅婷婷地走来。林叔白目光落在她身上，紧绷的脸色柔和下来，不复在我面前的冷硬模样。对，你要是还想玩会儿，我可以等你。说话间，李芷萱的目光落在林叔白拿着的手串上，她捂嘴惊呼一声：这手串真是美极了，是宁安郡主为今日比赛天的彩头吧？我曾在她府中见过，念了好久呢。她话里的喜爱和渴望藏都藏不住。林叔白犹豫地看了一下我，将手串往李芷萱面前递：你喜欢的话便拿去吧，我不爱戴这些饰品。李芷萱不好意思地笑笑，娇声道谢：那就谢谢表哥了。眼看着这两人眉来眼去，当我不存在，我轻轻啧了一声，劈手一把夺过那手串。我的东西没有你不要了还能转送别人的道理。说完这话，我手中用了点内力，将珠子震碎，红色碎沙扬到李芷萱脚下。李小姐想要这手串，便自己来捡吧。李芷萱眼眶瞬间红了，却不应我的话，只一脸委屈看向林叔白：表哥，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，得罪了寻妃姐姐？林叔白看向我，眉眼间带了一抹不悦之色：叶寻妃，是我失礼将你所赠之物转送，你要怪便怪我，何必给我表妹难堪？我看着他即使生气也好看的脸，忍不住调笑道：我心悦你，哪里舍得对你生气？林叔白脸上恼怒的薄红更甚，周围人的小声议论传来：那就是镇北将军的女儿叶寻妃，这么倒贴男人真不害臊啊！哪有小娘子这样舔着脸讨好郎君的？军营里长大的，果然行为粗鄙。我若是男子，也会选柔顺温婉的表妹，而不选个带兵杀过人的母夜叉。我斜眼扫过去，那群闺中娇小姐立马吓得噤声。我并不觉得自己对林叔白示好有什么不对，喜欢一个人可不就得追求取悦他吗？在北疆，还有女子直接将心仪之人抢回家成亲的。相比之下，我已经很克制了，只是看着林叔白护着李芷萱的温柔模样，我突然觉得有些没劲。一挥马鞭，我准备打马离开，身后传来林叔白略带歉意的声音：惹你毁了红玉手串，是我之责，我会寻衣物赔你。我头也没回，随意挥挥手：不必了，也不是他的错，手串是我自己捏碎的。回家后，我爹已经听说了马球场上的事，他劝慰我：强扭的瓜不甜，你说你要是喜欢个身世一般的，为父还能帮你强取豪夺一番，可你偏偏看上丞相家幼子，人家不喜欢你，那就真的勉强不来。而且你这犟驴自小喜欢什么东西都要独占，听说那林家小子心有所属，你真能接受？我自小性子霸道，喜欢什么东西都一定要拿到手。3月前，我自边关回京那日，在城外见到一位玉面郎君，一袭白衣在柳树下弹琴，那叫一个皎皎君子，清冷如月。跟我爹在军中时，周围都是5大3粗黑不溜秋的汉子，我哪里见过这种角色，一瞬间惊为天人。第二天我就打听到那郎君是当朝丞相的幼子林叔白。
于是带着一箱礼物登门拜访，结果被连人带礼物赶出了丞相府。我并不气馁，经常打听林叔白的行踪，跑去偶遇，还扒拉出我在北疆收藏的各种稀奇玩意儿，拿去送他。一开始林叔白会斥我不知羞，说我行为有失世家女的风范，后来被我缠久了，开始冷面以对，不说话不回应，能躲则躲，送出去的礼物十有八九会被退回来。我追求他的阵仗不小，又是刚大败匈奴回京受封的镇北大将军之独女，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本就很多。很快，我对林叔白苦追不得的消息传得满京城都是。我不在意别人背后议论和嘲笑，可是想着林叔白独独对李芷萱柔和眉眼的模样，心里不太舒爽。我爹说的对，我是不能接受自己的夫君心里有别人。见我神情松动，我爹继续劝我，世间美男何其多，就说如今在外修道云游的瑞安王，容色气度都胜过林家那小子。虽然不信我爹说的，京中还有比林叔白更貌美的男子，但也成功被他劝下，不再主动往林叔白跟前凑。倒是林叔白在半月后，差人送了一个玉扳指来我家，说是作为被毁掉的红玉手串的赔礼。丫鬟将扳指递给我时，我接过来看了两眼，玉倒是上好的白玉，就是上面的飞鸟展翅图案雕刻的有些歪扭粗糙。我从小练习骑射，扳指换了一箩筐，无一不是我爹给我找来的好东西，也养成了我对扳指的高审美。林叔白拿着粗制滥造的东西来敷衍我，看来果真对我半分好感也无。我当即将扳指丢回礼盒里，让丫鬟给人还回去。不去见林叔白的日子也没我想的那么难挨，每天练枪斗鸟，去城外跑马，生活充实又快乐。直到皇上下旨设中秋宴，宴请百官及其家眷。赴宴当天，我在宫门处刚下轿，就遇上了李芷萱。我本不想搭理她，谁知她主动叫住我：“寻妃姐姐，这些时日不见，你可安好？”我点头敷衍道：“挺好。”说话间，李芷萱走到我跟前，好像跟我很熟的样子，挽上我的手。随着她的动作，她手上戴的玉镯露出来，颇为眼熟，是我送给林叔白的礼物之一。随后我视线落在李芷萱腰间挂着的玉佩上，也是我送给林叔白的东西。我几乎要被气笑了。感情我送出去的东西，林叔白之所以收下，都是因为他这表妹喜欢，其他不喜欢的便给我退回来。偏偏李芷萱跟看不出我脸色难看一样，一副胜者姿态，在我耳边得意道：“还要谢谢姐姐的这些礼物，不然今天来宫宴，我都没有拿得出手的首饰可用。这是故意恶心我，气我来了。不过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，你既喜欢，那就留着当宝贝吧。”说完话，我率先甩开李芷萱的手往里走。到了设办宴会的御花园中，又遇上林叔白。今日中秋佳节，他一改往日素净装扮，着了一身朱红绣金锦袍，头束玉冠。见到我，他脚步停顿了一下，目光闪烁，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跟我打个招呼。我本就被李芷萱惹出了一肚子火，现在更加生气了。这男人拿我送的东西借花献佛不说，见着我连句话都不愿意主动跟我说。我狠狠瞪了林叔白一眼，越过他步入席间。他好像小声叫了一下我的名字，不过我没听清，忍不住转身去看。只见他找到李芷萱，正指着她腰间玉佩，低头与她交谈着什么，肯定是在夸她带着我送的东西好看，真碍眼。由于心中不痛快，加上今日伺候我的小宫女格外嘴甜会劝酒，我一杯接一杯往嘴里灌。宴会过半，台上的乐师和舞女下场时，我已经有些酒意上头了。突然高座上的皇上点了我的名：“大将军家的女儿年19了，朕记得还没婚配。”我爹起身答话：“是啊，前几年边关战事吃紧，臣没能腾出时间为小女操持婚事。”皇上一脸动容之色：“大将军为国为民，辛苦了。”继而转向我说：“今日各家郎都在席上，寻妃可有看上谁？朕做主为你赐婚。”我一瞬间想起李芷萱在我面前得意洋洋炫耀的嘴脸，又想着林叔白对我冷淡疏离的样子，
逆反心理一下就上来了。我偏要让皇上赐婚，拆散这对让我不顺心的表兄妹。醉酒之下，视线模糊，我凭着记忆往林书白的位置看去。那里怎么坐着2个穿着朱红锦袍的男人？一时分辨不出谁才是林书白。我的手左右移动，最终指着身形更加修长好看的那个，肯定道：皇上，我要他。席上一静，随后哗然。没被我选中的那个红色身影好像手上一抖，酒杯落到地上，一声脆响。而高位上的皇上大笑着连道3声好，当即下了赐婚旨意。终于是出了心头恶气，我彻底醉倒在丫鬟怀里。失去意识前，恍惚听见坐在末位的李芷萱声调失控地朝我喊：叶寻飞，你指错人了。他在狗叫什么？听不清，反正他的亲亲表哥就要变成我的人了，看我气不死他。我再次醒来时已经日上3竿，在丫鬟口中得知我当众指着瑞安王跟皇上要人的事。我听得愣住，不对啊，我要的是林书白。等等，我当时醉酒眼花，又见着2个穿着同色衣服的身形。我指的人真的是林书白吗？我跑去问我爹，你说我这指错人了，还能退婚吗？我爹瞪我一眼，胡闹！天子赐婚，岂是你想退就退？伯安是个好孩子，你渐渐指不定便喜欢了。伯安，他怎么叫人叫得这么亲密？我狐疑地看了我爹一眼，还没问他什么，他就叫来丫鬟带我下去梳洗。我爹说萧伯安下了拜帖，一会儿会上门来跟我见一面。午后，萧伯安果然上门来了。彼时阳光正盛，他站在光里如清风朗月般。察觉到我的打量，他侧头望来，眉目疏淡，眼神湛然，偏偏唇边一抹笑意，温柔缱绻。我耳边除了自己失控乱撞的心跳声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。娘嘞，这男人竟长得如此好看。他颔首说话：寻飞，我是萧伯安。美男就连声音都这么清润勾人。我晕乎乎的对他露出一个笑来：王爷，我们去茶室聊聊。实话说，我昨晚想要的人不是你，醉酒眼花指错人了。你若介意，可以向皇上提出退婚。落座后，我开门见山对萧伯安说明情况。我是没那个胆子敢要求皇上收回旨意，但是萧伯安作为皇上唯一的弟弟，他提的要求皇上肯定不会拒绝。萧伯安并不接这话，只问我：寻飞觉得我如何？我说：你好看。他一愣，随即缓缓笑开：比之你想要的那人如何？我坦言，他不及你。他又问：那你非那人不可吗？我摇头，当然不是非林书白不可。事实上，要不是李芷萱挑衅我，我本来都打算放弃林书白了。听我说完，萧伯安脸上笑意更浓。这人好像很爱笑，嘴角就没渐下来过。你既满意我这副皮囊，又没有其他想嫁的人，为何要我退婚呢？但凡他不是皇家人，凭他长这样，我肯定很乐意拐回家当夫君。我这人独占欲很强，嫁个家世普通的男子，他若敢3妻4妾，我可以打断他的腿。可你是皇家人，你就算养180个美人，我也不能动你一根毫毛。萧伯安沉吟片刻，在我以为他要开口斥我善妒时，他却道：除了寻飞，我没接触过别的女子，以后也不会有旁人。或许口头的承诺轻而难信，我是道家弟子，可上表诸天，祖师立誓。他说话的语气郑重而认真，难怪我爹笃定我会喜欢他，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会有人从相貌到性格都完全合我心意。我总觉得萧伯安跟我相处自然又熟稔，就像已经认识我很久了似的。他甚至直接唤我寻飞，林书白都只叫我叶小姐。我忍不住凑近细看他的脸，没有半点熟悉的感觉。我们从前没有见过面吧？萧伯安：见过，见过。我正要追问，却发现他眼下有些粉末。我没忍住伸手一抹，细腻润白的脂粉粘在指尖。萧伯安呆呆看着我凑近，直到我退开，他才注意到我指尖的脂粉。可他耳根有些发红了，昨夜未睡，眼下青黑，未免在寻飞面前失色，
特寻脂粉遮掩1、2。听这意思，他好像很在乎在我面前的形象。我在记忆里翻找半天，实在想不到什么时候见过萧伯安。你与我到底什么时候见过？他刚要说话，丫鬟在外间跑来：小姐，嘉宁郡主府中的赏菊宴时辰快到了，差点忘了这回事。上个月请帖送来时，管家伯伯还特地嘱咐了我一番。郡主身份尊贵，他父亲是当朝唯一的异姓王，祖上曾跟高祖一起打天下。他母亲与皇后是闺中好友，他自小就能随意出入皇宫，在皇后跟前长大。管家伯伯说这宴席不能拒绝，赴宴时也别出头冒尖，以免得罪人。我当即送客，与萧伯安说好下次见面聊，反正婚约已定，我俩时常都能约见对方，培养感情。匆匆换了新衣，到郡主府的时候时间刚好，只是刚进门就见着个晦气的人。李芷萱正扶着一位衣着华贵、面容美艳的女子，一同站在门后。见我进门，她先是恨恨瞪了我一眼，随即凑近那女子耳边轻声说了什么。那女子原本漫不经心的神情一变，朝我望来，这想必就是嘉宁郡主了。我倒是想听管家伯伯的话，不去惹事，可这来者不善啊。这么想着，我面上不动声色，露出个礼貌的笑，躬身行礼。叶家叶巡匪，见过郡主殿下。郡主由李芷萱扶着朝我走近。你便是那个仗着父亲军功，厚颜无耻求着赐婚给伯安哥哥的叶巡妃？他这话的火药味不可谓不浓。我皱眉，哪能是厚颜无耻呢？皇上恩宠我家，与我任选夫君的权利，我不过是谨遵圣旨。他郡主再拽，也拽不过皇权去。嘉宁郡主被我一句话堵得脸色更加难看，倒是很会强词夺理。李芷萱在旁插话：叶小姐为人还很会变通呢，前几个月还追着我表哥跑，被我表哥嫌弃粗俗无礼，冷眼相待后，转而惦记上瑞安王了。嘉宁郡主冷哼一声，嫌弃的目光在我身上打量。你这样见异思迁的女人，也配嫁给伯安哥哥？我不与他争辩，拱手道：若郡主今日这场宴席不欢迎我，我这就告辞。倒也没生气，也没难堪，就觉得跟他们打嘴仗没劲。谁知郡主并不松口让我走。算了，你既来了便一同赏花吧，北疆那穷乡僻壤，应是没有这样的好颜色。这是在内涵我是乡下土包子。我忍着不耐走进府中花园，开得热烈鲜艳的名贵花卉撞入眼帘，确实是我从前没见过的。旁边传来惊呼，有人赞叹：这样好品相的花，应是宫中出来的名品。另有人接话：是啊，皇后娘娘宠爱郡主，每一季皇宫花房培育的花卉都会送一份至郡主府。说话间，那些人还拿眼神瞟向我。据传皇后娘娘有意郡主做瑞安王妃，可惜被不要脸皮的人抢先了。皇后娘娘已经在劝皇上收回赐婚旨意，有些人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恐怕是空欢喜一场。前段时间她还舔着脸讨好林少爷呢，瑞安王那样姿容绝胜的男子，怎会要一个朝三暮四的王妃？我算是知道郡主不让我走的原因了，让他的狗腿子们给我找不痛快呢。我走到那群蛐蛐我的人面前，你们最好是祈祷我成功被退婚，否则等我当上王妃，第一个就来收拾你们。都是一群想讨好嘉宁郡主来出头的世家小姐。被我一威胁，纷纷脸色一变，抿嘴不说话。身后传来嘲讽：真是不要脸，还没进门就想借王妃之名作威作福，皇后姨母一定不会允许你这样的人做皇家媳妇。我转头，第一眼却不是看嘉宁郡主，而是落在她身旁的李芷萱身上。我追求林书白时，她虽然处处横插一脚，却没有现在这样眼眶泛红，满眼嫉恨地看过我。我惊觉一件事，李芷萱心悦萧伯安。我说呢，明明林书白对她那么上心维护，为何他们没有定下亲事？原来是他另有所属。我琢磨着李芷萱的心思，一时没注意嘉宁郡主离我太过近了，直到一双手狠狠推了我肩膀一下。我站的地方离池塘很近，脚下猝不及防一滑往下栽去。我耳力很好，
在一群人惊呼声中，听见嘉宁郡主对李芷萱说：“快点把你那表哥喊进来救人，事成后我另为你择一良婿。”中计了，原来这才是把我留在席上的原因，推我落水，再引外男来救。皇家绝不会要一个名节有损的女人进门。没出过闺阁、没见过血的贵女们，设计人的手段都是如此天真幼稚。我在落水的瞬间，一手抓住岸边石头，稳住身形，随后伸出一只手，扯着嘉宁郡主的裙摆，用力一拽，她落水了。席上尖叫声更多了。李芷萱在岸边焦急地要来拉人，我看准时间，放手任嘉宁郡主沉水，而后用力扯住李芷萱的裙摆，她也下来了。林书白进来的时候，我正一边扯住一个人立在水中，看见我，他神色几番变幻挣扎，最终还是解了外袍，想下水来救。我制止他，别下来，别靠近，不然我捏断李芷萱脖子。被我扯着头发在水中浮沉的李芷萱，咕噜咕噜，表哥别管我，咕噜，我们说好的，你今日救了人才能跟叶寻飞。我将他按入水中，终于安静。我冷眼看着林书白，今日对我的算计，还有你的一份呢？林书白深深望着我，眼中似有难过。你先回家，过后我会上门请罪，与你解释清楚。嘉宁郡主早在被我拖下水就吓晕了，这么点胆子还学人害人。原本看着我落水纹丝不动的郡主府宫女，在郡主被我拉下水往水中游后，才纷纷下水救人。跟我一起赴宴的丫鬟急得直哭，她不会水，在我被拉上岸后，脱下自己的外袍披在我身上。小姐，他们太过分了。我看着那边已经晕过去的两人，是过分，但也没在我身上讨着好。秋天的风一吹，湿衣沾身顿起一股彻骨凉意。我带着丫鬟趁乱离开郡主府，回家泡澡换衣，又喝了一大碗姜汤，身子才算彻底暖和过来。我爹已经从丫鬟口中听说宴会上的事，他眉头紧锁，一脸怒意。做得好，爹虽然经常要求你不要仗着武艺惹事，但别人欺负到脸上了也不需退让，只是你反击归反击，不可用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。以我的身手，就算没防备被推一下，也没那么容易就栽倒。只是我不爽被算计，顺势落水将他们都扯下来。我身体强健，还有内力护体。初秋的池水虽冷，但我还受得住。那俩浇花一样的大小姐就不一定了。反正我是当场报复回去了。明日若怀王和皇后问罪，要辛苦爹与人周旋了。今夜开始我就装病不出，有事我爹去前面顶着。从小到大，每次闯祸都是他挡在我前面。我如今这受不了一点委屈的霸道性子，也是他养出来的。反正贵女之间扯头花，想来也就是被训斥几回。我爹哼了一声，明明是我女儿被欺负，他们凭什么问罪？你先睡下，我进宫告御状，找皇上为你做主。他帮我掖紧被子，探了一下我额头，确认我真的无事才出门去。第二日我醒来，我爹还没回家，倒是宫中来了太监传皇后娘娘口谕，叶家女无母教养粗野无知，皇后娘娘特传进宫教授规矩。我娘在我10岁那年去世，是我一辈子不能忘的伤痛。皇后竟拿这话来斥我。我冷着一张脸随太监进宫，刚踏进坤宁宫就遭一声冷斥，刁女跪下，这是不问青红皂白，要罚我为嘉宁郡主出头了。皇后一身华服，气势逼人，我却只屈膝行礼。皇后娘娘万安，不知臣女何罪之有？见我不跪，皇后脸色带了怒容。嘉宁郡主又是落水差点丧命，留下了畏水的病，你可知你昨日差点害死了她？我疑惑，不是她害我吗？我只是被推入水，慌乱之下误抓了她。这时内间又冲出来一位妇人，混账东西还想狡辩，我儿若有事，我要你拿命赔。这人想必就是嘉宁郡主的母亲怀亲王妃。我并不忍让，连皇上都不能说随意要臣女打命，不知王妃想怎么要我的命。怀亲王妃想不到我在皇后面前也敢顶嘴，当即扬手，一巴掌扇在了我的脸上。从来没有人打过我巴掌，我手一动就要忍不住还手。外间突然传来萧伯安的声音，是哪条律法规定
皇嫂和怀亲王妃可以不分是非对我的未婚妻子动以私刑。我转头，看到萧伯安带着一行人进来，身后还跟着御前总管林公公。看到我脸色被扇出的巴掌印，他脸色难看了一瞬，随即转头对身旁一人吩咐：“你带人去嘉宁郡主府上，将怀亲王妃这一巴掌还回去。”皇后急急出声阻止：“伯安不可，嘉宁可是与你一同长大的妹妹啊！”萧伯安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催促身边的人：“还不快去！”侍卫领命而去后，萧伯安才冷冷看向皇后：“我母妃只生了我与皇兄2人，不知我们何时多出一个妹妹？”皇后一梗，求情的话说不出口了。林公公这时出声：“传皇上口谕，宣叶家女觐见。”说完话，林公公亲手将我扶起：“走吧，叶小姐，念你落水体虚，陛下差咱家带了御辇来接。”他对我态度如此恭敬，证明皇上并不会在此事上怪罪我。皇后和怀亲王妃脸色齐齐一沉，我以为御辇会带我去勤政殿，谁知一路将我送出了宫门。萧伯安跟我解释：“大将军与怀亲王正在勤政殿吵架，你现在不适合过去，我求了皇兄差人送你出宫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跟我挤上我家马车。对不起，我与那嘉宁郡主并无干系，也不熟悉，我不知他会因为我为难你。从嘉宁郡主只能无能狂怒对我出手，我就知道萧伯安与他没有私情，否则2人早就定下了，还能有我什么事？我并不迁怒他，毕竟他长这么张好脸，有人爱慕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无事，这件事上我并没有吃亏。萧伯安，可是终究惹了你心情不快。我觉得还行，挨了一巴掌是比较生气，萧伯安令人还回去了，我便又不气了。听着外面街市繁华嘈杂，我说：“不如王爷陪我逛街散散心。”叫丫鬟取来脂粉，细细遮掩了我脸上的巴掌印。我率先跳下马车，萧伯安很耐心，一路带着我逛些小娘子都爱的首饰铺、胭脂铺，时不时主动给我买点好吃的投喂我。这糖油果子好吃却易腻，你吃不完不要勉强。我吃了2个，确实有些腻，于是举着剩下的糖油果子递给萧伯安：“你吃吗？”他浅笑颔首，却不伸手来接，反而俯身用嘴凑近我手上，咬走了我举着的果子。这人在引诱我。我正想开口说些什么，突然旁边传来一道耳熟的声音：“叶小姐，前些时日雕刻的玉扳指你不喜欢，我重新雕了一只。”林书白。我还没找上门算账，他倒是自己凑上来了。林书白面色苍白，眼眶微红，手中正托着一个玉扳指递给我。我看着他磨红到有些破皮的手指，讶然问他：“之前那玉扳指竟是你亲手雕的？”林书白看着我，眼神有些复杂。既是赔你的礼物，自然当有诚意。我隐约感觉他对我的态度跟之前不一样，看了眼一直安静守在我身旁，等着我与人交谈的萧伯安。我没接纳明显用心雕琢过的玉扳指，这赔礼就免了，只是我从前送你的玉簪、玉佩还有手镯，你得还我。我送你东西可不是为了让你拿去取悦李芷萱的。听我说这话，林书白羞愧低头，低声跟我解释：“是我没有保管好你送的礼物，叫表妹擅自取用了，并非我借花献佛。”看我脸上神色淡淡，他叹了口气，露出一抹苦涩的笑：“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关于昨日的事，我想当面跟你解释。”我带着萧伯安跟着林书白去了茶楼雅间。入座后，看着坐我身旁的萧伯安，林书白拱手问：“可否请瑞安王暂避？”萧伯安笑问我：“寻妃希望我暂避吗？”我点头：“你去隔壁等我吧。”萧伯安笑意一僵，一双眼委屈着看我。我妥协：“算了，我与他之间事无不可对人言，你便坐我身旁。”随即转头问林书白：“想解释什么？现在说吧。”林书白眼眸微微颤动，声音暗哑低沉：“昨日表妹问我可是对你有意。”我点了头。我从前误以为我对表妹的关心维护是男女之情，以为我见你时的心慌无措是排斥厌烦，直到你突然不理会我了，我才意识到你之于我才是。萧伯安突然出声，
嗨嗨，不好意思，茶水太烫。林书白话音被打断，我也没了听下去的心思。总不过是我追求他时他爱答不理，我不热脸贴冷屁股，他又觉得我好了。不必说这有的没的，你就说昨日他们设计我落水引你来救的事，你有没有参与？林书白脸色更加苍白了。没有，表妹只说让我日落时分去郡主府接她。我因自己的傲慢和愚昧错失良人，是我应得，我怎么可能会设计你？我点头，那就没你事了，回去吧。本来打算如果有他参与，我就把他按住揍一顿。我捏捏手指起身，林书白一脸黯然地跟我告别。你送我的东西我明日亲自送回。我说不必了，晚间我差丫鬟去取。我们的关系可不适合私底下见面。林书白离开后，我主动跟萧伯安解释，那就是我之前喜欢的人，追了3个月没能成，本来差点成了。如果宫宴上萧伯安不是那么恰好穿了同色衣服，又和林书白坐在相邻的位置，萧伯安笑得毫无芥蒂。有所耳闻，若非他心仪青梅竹马的表妹，便没有我和寻飞今日比肩的缘分了。听萧伯安提起李芷萱，我磨了磨后槽牙。小姑娘眉清目秀的心思坏得很，自己喜欢萧伯安，却没勇气表明心意，又暗中嫉妒能站在萧伯安身边的人，为此故意怂恿郡主推我落水，想让我名声受损。不过他自有人收拾，因为嘉宁郡主在他怂恿下，不仅没能伤害到我，反而落水惊惧，昏迷不醒。怀亲王府动不了我，便会往他身上撒火。萧伯安送我回家时，我爹已经回来，同时带回来一大堆金银珠宝，都是皇上连我被郡主推入水中受惊，逼着怀亲王府给的补偿。这是到现在以怀亲王府低头认错结束。皇后斥你无母的事，被伯安写了折子告到皇上跟前，弹劾他有失国母风范。皇上当众怒斥皇后仗势欺压忠良之后，责令他闭门思过。我问我爹，皇上面前萧伯安居然比皇后更受宠。我爹说那是自然，德仁太后去得早，皇上又比伯安大了15岁，便把这唯一的弟弟养在身边，一兄一父。我又问，你怎么叫萧伯安这么亲近？你们也早就认识？我爹点头。去岁东军中粮草告急，朝廷补给迟迟没有批下，是伯安开司库收了20万石粮食，亲自带人押送上北，解我军马困顿。我回忆了一下，那我怎么没见到他？我爹意味深长地笑了一声，嘿，你怎么没看到？你还把人痛骂了一顿。我爹说萧伯安到的那天，我喝多了酒，在发酒疯，他带来足以养活军队的粮草，只提出想与我见一面，我爹便不好推拒。谁知才进我帐中，就被我一个酒瓶砸了肩头。我看着锦衣华服的他大骂，哪来的蹭军功的世家子，滚回你的上京城过你那养尊处优的生活去。我想起来了，那时因为户部尚书的小儿子在军中不听指挥，带着一支队伍擅自靠近敌方军帐，被人发现后，士兵为了护着那小子逃跑，竟被敌人杀得一个不留。死的人里有从小就教我射箭的叔叔，也有外出巡逻会给我和他女儿采一捧花的大哥哥。我悲愤之下打断了那小子一条腿，再想打就被我爹拦住了。将在外，武器和粮草补给都靠京中的户部尚书盖章拨款，我们不能把人得罪狠了，太可笑了。用生命守卫疆土的将士，竟要仰仗京中坐着享福的高官们的鼻息生存，心中憋闷又无从发泄。我便偷了我爹的烈酒，借酒浇愁，醉得太狠，我大概无意识将来送粮草的萧伯安看成了另一个户部尚书之子，于是一股气朝着人家撒去。当时伯安被你骂的都快哭出来了，我看着都觉得可怜。然后人连夜就带着人跑了，生怕等你酒醒了见着他生厌，那个时候我就看出来这小子对你有意。我爹一副老狐狸的样子，后来我便打听了一下，发现他品性不错，配得上你。原来我与萧伯安还有这么一段渊源呢。第二日，萧伯安要我出门游玩，我问及边关送粮的事。你说的与我见过，便是那时候吗？我颇为可惜道，你若是当时别跑，等我醒来必定押着你成亲做我夫君。萧伯安听我这话，眼中顿时露出遗憾之色。
那时与你久违相见，生怕你见我生厌，毕竟我从小就惹你烦。说着话，萧伯安从怀中掏出一根缀着金玉小老虎的红绳，递到我眼前。那独特的编织纹理，是我娘独创的。自她死后，她亲手为我编的头绳、手绳，我都收起来，好好珍藏着。如今再看这手绳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人。我不可置信地打量萧伯安：“你是那个爱哭鬼？那不是个妹妹吗？”我8岁那年，我娘生了重病，我爹自边关带着我们回京，四处给我娘寻医。某一日，他突然牵回来一个胆小娇气还爱哭的小孩，没说身份，也没说名字，就让我带着玩。小孩比我小2岁，跟我上山打猎会累哭，看我一箭射死野兔会吓哭，见我使枪挽枪花也会哭。后来我寻思玩点温和的，比如荡秋千，谁知道秋千荡得高了，小孩也哇哇哭。但我从小就对长得好看的人事物特别包容，倒也没有特别烦他。在他哭的时候，捂住他的嘴，小大人似的耐心劝告：小鬼，如果你害怕和恐惧危险，那就要藏住你的胆怯和眼泪，流泪阻挡不了伤害，只会放大受到的伤痛。我甚至大方地带着小孩去了我家的假山洞里，这是我的秘密地，我遇到难过的事都是躲这里偷偷哭，强者从不示弱于人前。小孩被我哄得一愣一愣的，鼓着脸憋住眼中要掉不掉的眼泪，真就不再哭了。从回忆里抽神，看着萧伯安通身云淡风轻的出尘气度，实在很难想象她是我记忆里的娇怯小妹妹。我与她只相处了2个月，后来我娘病重难医，我整日守着我娘哪也不去，我爹就把她送走了。告别那天，我送了她我娘编的最好看的一根手绳，以后在想哭的时候就看着手绳，她会替寻飞姐姐一直保护你呢。我娘缠绵病榻不久后离世，我爹又带着我上了边疆，一别10几年，我早就忘了儿时有过这么个短暂的小玩伴。这么想着，我逗弄萧伯安：来，叫一声寻飞姐姐。她比我小2岁呢。我以为她会害羞，谁知道她展颜一笑，凑近我，声音低低落在我耳边：寻飞姐姐。叫完她便克制有礼地退开，一双眼鲜颜明亮地望着我，观察我的反应，像讨好人的小狗，心跳几乎失控。我色心大起，伸手捧住萧伯安的脸，低头在他勾起的唇角重重亲了一口。真好啊，萧伯安，还好是你，还好那圣上赐婚我指的人是他。萧伯安轻笑，眼中蕴着绵绵情意。只能是我，叶大将军和皇兄都帮我。他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追问。萧伯安沉默片刻，还是跟我交代。那日宫宴，他穿着与林舒白同色的衣服，根本不是巧合，是我爹出的主意。席上那个一直灌我酒的小宫女，也是我爹让找的。等我喝得晕晕乎乎，他便示意皇上可以开口赐婚。于是我就这么入了亲爹的套，当众指着萧伯安要人。萧伯安以为我会生气，但我心里其实没什么波动。我爹那个糟老头子，所作所为都是为我好。他认为林舒白心有所属，不是良配，便想我嫁一个只爱我的男人。转眼半年过去，我出嫁那1日10里红妆，我爹送我出门，那双在我成长路上永远稳稳托举我的大手将我牵住。女儿啊，伯安是为父精挑细选为你择的夫婿，我能保证他婚后会待你好。只是有的男人真心坚如磐石，有的男人变心只在一朝一夕。若他日他变了，你也不用委屈自己，爹自会想办法接你回家。眼中酸涩，眼泪无声无息落下来。爹，我会时常回来陪你。我爹，别装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伯安约定婚后一起云游天下。别牵挂我，我就在家里，你在外玩累了就回来歇歇。他老了，我往前的路他引领不了了，只能退守，做我沉默厚重的后盾。我与萧伯安成婚2年后，听说李芷萱许配了一个普通人家。当初他一边心悦萧伯安，却没勇气表达心意，一边又吊着对他关切有加的林舒白，不接受不拒绝，到头来一场空。萧伯安在我面前提起林舒白，听闻他旧情难忘，至今不肯成家呢。
我装傻，你说的这人谁啊？见我不认，萧伯安便来捏我鼻子。没谁，不重要的陌生人。萧伯安番外，德仁太后死的时候，萧伯安才3岁，后宫捧高踩低，一个失了母妃的年幼皇子，受尽宫人和其他兄弟姐妹的欺负。直到当今皇上19岁时，带兵压下太子发动的宫变，登上帝位，萧伯安的日子才好过起来。只是新皇登基，朝政不稳，皇上忙于政事，疏忽了对萧伯安的关注。萧伯安被宫人们当眼珠子似的护着，连下地走路多了，都生怕累着他。于是某天，已经掌控朝堂的皇上回头看，惊觉自己的弟弟被养得娇怯又爱哭，浑然不像天界男儿。恰好此时，叶将军带着女儿进宫，那8岁的小姑娘完全没有世家女的羞怯内敛，胆子大到和他对话丝毫不惧，甚至一拳打爆一个飞到他脸上的蹴鞠。对，他想象中的自家弟弟就该这样悍然无畏。于是皇上将6岁的萧伯安牵着交给了叶将军。我弟软弱娇气，需要磨砺，你怎么养的女儿便怎么养她。萧伯安喜欢这个带他玩的姐姐，他带着她上山打鸟，下水捉鱼，甚至还逼着她拿起比他还重的剑与他对垒。他时常被吓得或者被揍得眼泪汪汪，可是他还是想跟他玩。后来2人分别回宫，他还因为不舍得生了一场病。宫人哄着他，寻妃姐姐一口就能喝完1大碗，小七王爷可不能输哦。寻妃姐姐一顿能吃3碗，所以身体好，能耍大枪。寻妃姐姐很勇敢，夜里睡觉从不怕黑点灯。幼年萧伯安就在寻妃姐姐的激励下，不再胆小懦弱爱哭。她是他不算明亮的童年里最亮的一束光。长大后，他便打听她的消息，也曾偷偷去边关看过她，却只敢远远的看那草原上策马驰骋的身影。少年的心动是想靠近又胆怯，只听他爽朗的笑声顺着风传来，便也跟着一起笑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